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石讲。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呢是蚯蚓农场蚯蚓箱，就是我背后这个箱子。我主要把喂养过程当中值得注意的地方跟大家一起分享10个点。在讲具体的10个点之前呢，我想带大家看一下这个蚯蚓箱里面盖子打开是什么样的。提起盖子，拿开这个毯子，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报纸屑、报纸条。在这个区域投食呢，分为左、中、右3个部分。中间部分呢是5天以前投过食的。我们可以看到了，没有什么厨余呢，基本呢消耗干净了。蚯蚓呢在这个区域呢也很少。好，我们把报纸弄回去，再看看右边部分。这个右边部分呢是3天以前投过食的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剩一些的绿色的蔬菜叶，也看到一些蚯蚓呢还在里面，但是呢不是非常多。我们在这个箱内分为3个区域的投食区呢，主要是为了这个蚯蚓呢在不同的地方来回的这个移动。还有呢，这个报纸屑呢，它能够保持相对的环境呢相对呢比较温湿。好，我们把报纸屑呢放回去。我们最后呢来看看左边这个区域里面，这儿呢是1天以前投过食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蔬菜叶或其他一些厨余，里面呢蚯蚓也比较多，它们呢是一堆一堆的在一起的。好，我们最后呢把这个报纸屑都盖回去，保持它们的这个原样，把这个毯子放回去，把盖子放回去。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最上面一层呢提起来，看看下面的情况。下面呢是原来的椰糠或新产生的堆肥，表面呢有好多蚯蚓，实际上呢下面还会更多，它们呢晚上会出来进食的。这个第一层的箱子下面还挂了一些蚯蚓，因为第一层的箱子下面有很多这个孔嘛，它们可以上下走动的。现在呢，我们把上2层箱子呢都提起来，最下面一层呢是储存蚯蚓药蚯蚓咖啡的。好，我们下面呢就是说，根据这10个点呢，我们分步的一一来跟大家做介绍。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喂食喂蚯蚓喂得太多怎么办？这个呢是新的第一次喂养的人经常犯的一个错误。那么最好的解决方式呢，就是戴个手套进去呢，把这个多的食物拿出来，装在一个塑料袋里面，放在平常我们丢垃圾的垃圾桶里面就可以了。因为你实在太多的话，放在里面它容易长那个黑黑的小飞虫的，这个是不好的。第二点呢，就是说是这个蚯蚓箱里面太湿怎么办？就里面这个看起来非常湿，那么湿或干是相对的。怎么样判断这个湿或干呢？就是假如说我们用手去捏这个蚯蚓箱里面的这个泥土，就蚯蚓箱里面的东西，如果是能够捏出水来的话，这表示是太湿了；如果不能够出水了，但是呢它也是湿润的，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状态。这蚯蚓箱里面湿呢，主要来源呢就是说我们喂的食物，或者说我们喷水的话，喷的水太多。我们在夏天的话喂的食物，那么最湿的是什么？就西瓜，里面含水量呢是非常高的。还有一个保持这个蚯蚓箱里面不要水分太多呢，就是要把这个蚯蚓箱里面这个最底下这一层的这个水要及时的排掉。这个左侧这个抬高，那么这个右侧这个放的这个蚯蚓咖啡呢，就是说它就出来，这样储水量呢就少就要解决的。里面太湿，那么怎么办呢？倒掉吗？那显然不是。那么最好的办法呢，是在这个蚯蚓箱的上面铺一些东西。哪些东西比较好呢？就是说报纸，就是我们把报纸撕成这个一片一片的，不用放在水里，直接丢在这个表面就可以。还有一个呢是更加有效的是这个榉木的灰，就是橘子区这个木头剩下的这个是非常干燥的，铺在表面一层，它这个稀释呢非常快。当然我们也可以用一层这个比较干的这个布铺在表面呢，很快呢也可以把这个水分呢这个吸走。还有一种我试过呢，就是比较有效，就是用这个我们的这个 garden 里面非常干燥的泥土直接铺在上面就可以了，因为泥土本身呢蚯蚓呢也是比较喜欢的。第3个问题呢，就是说哪些食物是绝对不能喂的。
那么就是比较辛辣的这个，比如说是洋葱不能喂，辣椒不能喂，这个花椒也不能喂。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柠檬太酸的也不能喂。蚯蚓呢，它是吃素食的，它不能喂肉制品或者奶制品。第四个问题就是说大家问的，那么平常究竟喂哪些呢？这个问题就是说，每家人可能不一样。那么我可以回答你，我经常喂哪些东西呢？我们烧完咖啡的这个咖啡渣，红萝卜的萝卜皮，还有一个就是说各种绿色蔬菜的蔬菜叶，还有一个用这个喂的比较多的就是各种水果的皮，比如说苹果香蕉梨。朋友们有其他的什么建议，那么可以在下面跟我们分享。第五个问题呢，就是蚯蚓箱上面长了这个蜘蛛网怎么办？蚯蚓箱上面发现了蚂蚁怎么办？蚯蚓箱或者旁边里面发现了这个蟑螂怎么办？如果我们发现这个蜘蛛网的话，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呢，我们就是说这个喷洗这个蜘蛛不喜欢的。那么我在这儿推荐呢，就是说是用那个 WD-40喷在最底下，就是最底下这一格。很多朋友讲用这个薄荷的这个喷剂，当然更有效的就是说我们买这个专门这个杀蜘蛛的这个喷剂。蚂蚁或蟑螂呢，实际上它们有个特点就是怕水的。在这个蚯蚓箱的这个4个角上，用这个塑料或者托盘托一下，然后在这个盘子里面呢，这个放上水，这样呢蚯蚓或蟑螂就不去了。树上面也可能会下来蚂蚁或者下来这个蟑螂的。那么我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讲呢，他说他把他的这个蚯蚓箱直接放在养鱼池的这个水里面，这样呢既没有蚂蚁也没有这个蟑螂，这样效果非常好。那么我用什么呢？我用的这个是漂白剂加水的这个稀释液，然后喷在这个上面。漂白剂与水的比例呢是1:2，这样一个比例，这样浓度是比较高的。如果你浓度再低一些呢也可以。这样就是说用漂白剂的好处呢，喷在上面的时候呢，既可以这个杀掉这个蜘蛛、蚂蚁、这个蟑螂，它们都怕。还有呢，我喷的时候大家注意，只喷最下一格这个底座这个上，这上面的就不喷。为什么？上面喷了这个漂白剂的话，这个上面有水下来以后，它很可能跑到这个蚯蚓箱里面去，因为这个蚯蚓嘛也不喜欢这个漂白剂。除此之外呢，这个箱子上面以及4个角，以及这个下面的这个地面上，尤其是很长时间没有下雨的话，这个蟑螂或蚂蚁都比较多，把这个地上，像在这个地上都喷上这个漂白剂的这个水容量，喷上以后呢，这个蚂蚁就不会有。所以呢，这个漂白剂也是很有用的。第6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夏天太热怎么办？因为蚯蚓它是喜欢这个凉性的，比较稍微冷一点的这个气候。第一个办法就把这个蚯蚓箱放在一个这个遮阴的下面。那我呢是放在这个树下面，所以每天日照的这个时间不会长于1个小时的。这个办法就是说，实在太热，在这个蚯蚓箱的表面直接这个洒水、喷水喷在表面呢，效果呢也是非常好。如果夏天你的这个环境温度非常高，比如说是这个快40度或者甚至40度以上，那这个时候这个蚯蚓呢很容易死掉，因为它是在密闭空间一个塑料盒里面，这里面的温度会非常高，比环境温度还高。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可以这个找一个这个密封效果比较好的这个塑料袋，然后呢在这个塑料袋里面放上冰块，然后把这个冰块这个在塑料袋里面积牢以后呢，我们可以放在蚯蚓箱的这个顶部，使它这个效果。当然用冰块效果肯定是最好的。这呢是夏天的情况。那么冬天的时候，如果是非常冷，如果是要结冰结霜的情况下怎么办呢？那么最好的方法呢，在这个盖子上面放一些保温的东西，放好以后再用这个 barbecue 的罩子把它罩好，这样就是会保温效果好得多。那如果你能够搬在一个室内去，比如放在你的这个 garden shed 或者车库里面，肯定是保温效果在冬天时候会更好的。那么对我来讲呢，冬天我们这个地方是不会有霜冻的，或者有的话偶尔也是只有1天或者2天的时间，或者说我在冬天的时候一般说呢不会做大的变动呢，它也能够过得去。或者是第7个问题就是说，我们
把这盖子打开，上面是有一个小的这个纤维毯。打开的时候，发现这个毯子的下面总是有这个蚯蚓粘在上面，这个是怎么回事？可能说你的这个蚯蚓箱里面太湿造成的，所以呢，蚯蚓拼命的往上爬，跑到上面呢，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在你的这个蚯蚓箱的上面没有放这个报纸啊或者其他的纤维什么东西，你直接就是下面都是食物或者泥土，非常的白，非常的结实，所以呢，蚯蚓没地方去，下面没有氧气，所以它跑到上面了，这一跑呢，就跑到这个毯子里面去了。当然了，实际上呢，暂时的、短时间的跑进去呢，也没有关系。那么蚯蚓呢有个习性，它就平时呢钻在一个纤维里面是很正常的。第8个问题呢，就是说箱子里面一打开时候闻到一个酸味或者臭味很重，怎么办？这个水分比较多，如果比较干燥呢，一般说来了不会有这个酸味的，因为平常我们蔬菜在空气当中放这个几天呢，一般不会发这个酸味的。我们不是有这个调节这个箱子的这个酸碱度吗？这个调节剂 conditioner， 你每次喂完食，或者说每次喷完水以后，你都把这个在这个表面这个撒一些。实际上用了这个东西呢，不应该发出这个臭味。第9个问题呢，就关于长虫的问题。里面如果长小飞虫、小黑虫怎么办？或者甚至里面在这个食物里面长了这个蛆虫怎么办？一个小小黑黑的小飞虫，它是来自于我们这个果蔬的上面。有的时候我们到我们的菜地里面去看了，有这个菜老了或者烂掉以后呢，也有容易长这个小黑虫。打开偶尔呢有1、2颗看见个小飞虫呢，不值得大惊小怪，这是很正常的。如果你发现你的箱子里面这个小黑虫、小飞虫飞来飞去非常多的话，你可以在表面铺多一些、铺厚一些的这个纸屑。还有就是说，这个我们发现这个箱子里面长了很粗的这个蛆虫，爬来爬去，当然这个是非常恶心、非常严重的问题，对吧？那么你只好戴个手套以后呢，把这个有蛆虫的地方全部捡出来，放在一个塑料袋里面，丢到你的这个garden的这个角落去，这样来给鸟吃掉。我们要搞清楚这个蛆虫是怎么来的。这个蛆虫主要来源呢，食里面有这个肉制品或者奶制品，这是最容易长蛆虫的。如果你没有肉制品或奶制品这样的东西，一般说呢是不会长蛆虫的。第10个问题，也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塑料箱完全可以 DIY 自己做一个，把蚯蚓买了放在里面就可以了。那么自己做的时候呢，大家提这几点应该注意的地方。第一个要注意就是说，一定要做这个每一箱的它的容积要足够大，最好是大于20升，开口了一定是开阔。那么你下面小上面大，这个是最好的，或者是说是那种直的，那么就是开口要足够大。你看 DIY 这个蚯蚓箱的这个箱子最好是不透明的，最好是黑颜色的，因为蚯蚓呢是不喜欢光。还有一个就是做的时候底面，你不管是做1个箱子、2个、3个，甚至更多的话，一定每个箱子透视效果呢非常好。如果每一层它的下面这个透水孔要足够大。注意的是这个孔，因为蚯蚓它需要这个孔上下的移动，爬上爬下，大小要足够大，就是一般说来要比我们的吃饭的筷子最好要粗一些。孔的表面一定是光滑的，因为冲击钻打了以后，这个表面非常的毛糙，非常粗的表面的蚯蚓呢是不敢爬的。好，朋友们，这就是我们今天视频的主要内容。欢迎你呢在下方给我们留言，欢迎你呢提问。谢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次见。